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今天是2025年6月13号。今天这个日期啊，还挺应景的。如果说用英文说今天的日期的话，就是the 13th Friday the 13th。这个就是13跟星期五都赶到一块儿了。在股市里面的话，一般有说黑色星期五正好赶上13号。那么今天的话，这个盘面的话跟这个日期还正好挺应景的，对吧？炒股的朋友每天的生活应该都非常精彩，各种消息、各种新闻，层出不穷。那么每天好像很兴奋，都跟打鸡血似的。这个股票市场也是这样子的，只要你一旦进入这个市场之后，你想再脱离这个市场就很难了。如果说你比如说亏钱的人也很难脱离市场，比如说你可能短期的，因为亏损了多少，然后不敢玩了，不敢那个操作了，可能脱离几年。等到一个轮回之后，7、8年一个轮回，然后牛市又来了，然后赚钱效应又有了，你周围的朋友又开始赚钱了，哎，你心又开始痒痒了，你又回来了。所以说，想要彻底脱离股票市场或者说投资市场，一旦你接触过的话，那相对来说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能够如果说你不能够被这个禅师说的，不能够被股票给缠住的话，如果说你不能够从这里面脱离出来的话，那你可能永远就是被这个股票缠来缠去的，缠的死去活来的，那就很多时候是非常煎熬的。那么很多人觉得炒股难，其实你真正了解之后，或者你真正明白之后，炒股票其实是一个快乐的事儿，对吧？就是加紧仓，涨多了减一减，跌多了加一加。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一定要从3个维度选股票，选好你的这个标的，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面。很多人这个进入到市场里面，单纯就为想挣钱，也不做功课，然后也不学，就是为了想赚钱，这个没有毛病，对吧？但是你不学明白，你不懂，你怎么可能赚得到钱呢？你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是跟专业的这帮交易员，他们的交易工具那个不得了的呀！你如果说能见过这帮专业的交易员的交易工具，比你散户那交易工具不强个100倍去。然后他们的背后还要整个一个团队的给他们来做基本面分析，又做对冲分析，这分析那分析的，每天开早会。你这个散户，你这个所有的功课都要你自己来做，所以说你是跟专业人士在同一个竞技场里面竞技，这就是这个股票市场的难的地方，就跟你踢那个足球一样。先不说这个牵扯到某一个国家，就单说你这个专业足球运动员和你个业余的爱好者在同一个，如果说你是那个会踢球的话，你就明白，这没有办法比的呀。对不对？你再努力，你也跟专业的运动员比不了的。所以说，都已经这样了，再不学习还想赚钱，你怎么可能赚得到钱呢？对不对？那么你最多的就是追涨杀跌了。所以啊，股票市场它唯一的还有就是它这个入门非常的浅，任何人都可以来股票市场玩两下。你只要有点小钱，有点时间，对吧？然后那个别人的这个大概的知识了解一下，你都可以去开户，每个人都可以去开户，没有限制。然后这个美股的话，那就更简单了，现在交易费是0，如果说你是买股票的话，那么可能你要是交易 A 股在国内，那可能是最少要买1手，也就是100股，可能还麻烦一点。那在美股就简单了，可以一股一股买，对吧？好多人喜欢玩期权，玩这些衍生品的话，可能需要交手续费，但是股票的话，现在连手续费都没有。所以说现在门槛太低了，谁都能进来，谁都可以玩两下，这就造成了很多人这个交易的这个过度交易，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什么时候都想做，但是你什么时候都想做，你就跟那种没头的苍蝇一样，对吧？跌了就赶紧杀跌，然后涨了就赶紧追，那你这天天忙忙乎乎的，但是赚不到钱。
而且感觉好像每天特别累，精神特别紧张。所以啊，让自己静下来。首先你得学一学，把这个你可能咱们一个小散户做那基本面分析可能比较难，毕竟这个需要很强的这个专业性。但是这个技术面并不难呢，对吧？那么把这些学一学，然后又有缠论这么好的一个理论给到你，又有除了我以外，肯定还有很多的做技术分析的这些博主、这些 YouTuber， 对吧？随便找一个跟人家学一学，这样的话也不至于每天这个让自己担惊受怕的。那么现在是啰啰嗦嗦说了有5、6分钟，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今天计划直播1小时，欢迎大家提问，然后把这个提问的名字打上来。那么在等到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现在这个大盘，因为今天受到这个，在昨天我们直播的时候还说呢，尤其在昨天我们在最后分析那个黄金的时候，我当时就说，黄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有朋友问嘛，我说这个是有可能这个周末有可能，因为在昨天已经新闻都已经出来了，就是有这个白宫的记者问川普说，为什么美国让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外交官员的家属就非必要人员离开这个中东地区，或离开伊拉克，离开什么地方？他们记者就问川普为什么？川普就听了完之后，就是看了那个记者一眼，然后就说，他说，you will see， 就是你走着看吧。他好像回答是这么回答。我当时就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然后还有一些消息也说是美国跟尤其是以色列要准备干伊朗的核设施了，这个消息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昨天分析它的时候，我都说，哎呀，可能周末是不是如果说以色列要动手的话，那可能黄金就直接冲上去了。这是我们昨天在直播的时候说的这个，没想到昨天晚上这个也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对吧？这次以色列这个国家呀，尤其现在这个领头羊，内塔尼亚胡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强硬派，他是这种铁血的那种执政，或者他在这个对外交上面，他这个手段是非常非常强硬的。这个家伙就是那种快准狠那种。如果说你要以一个什么来形容他的话，就是快准狠，然后出手这个也非常的果断，所以说他是一个狠人。那么在他的带领下也不奇怪。那么现在开始跟伊朗干，因为伊朗的这个核设施始终是以色列的一个心头刺儿啊。如果说不把这个刺儿拔了的话，他心里面一直寝食不安的，对吧？所以说也不奇怪，他们憋了那么大的劲儿，终于敢于现在要跟伊朗全面开战。这是今天内塔尼亚胡在电视直播的时候他说的，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跟伊朗全面开战，这是他自己说的。然后他们的一些官员今天在采访中也都说了，说这次这个事儿不会像去年，不是也搞了一次吗？但是那个好像当时就几天就完事儿了，大家互相演戏，伊朗跟以色列互相发几个导弹，然后就完事儿了。但这次不一样，他们明显是态度非常坚决，然后可能伊朗的核设施什么的，可能也是在临近点，可能快好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么急的要出手。再加上为什么就是说非要在昨天出手呢？因为他再不出手的话就没有机会出手了。因为6月14号是美国的这个大阅兵，川普明天6月14号要搞一个大阅兵，好像是什么陆军的一个250周年的一个庆祝。那么你不可能在庆祝那天就搞吧？这不是相当于打脸川普吗？所以说他也不可能等到周六。如果周六不搞的话，可能就要周日或再拖了。所以说对他们这种已经箭在弦上的这种行动的话，可能刚好打你一个出其不意。大家都觉得在这个大阅兵之前没有什么动作，我偏偏给你来个动作。所以说也是比较诡异的，这是很多分析师也是这么说。
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是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昨天已经说过，这是典型的牛市状态，就是一个快跌。你会发现带跳空缺口的这种，或者说在夜盘的时候，很多哗哗哗往下跌，然后这个开盘之后是一个低开，然后慢慢往上爬，这是一个典型的牛市节奏。那么在指数上的话，从这个4835我们说过，可以是3浪，也可以是5浪，对吧？这就是你划分的时候看你够不够惊喜，因为它这个有一根 K 线，4月9号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回落这个结构，所以说造成了它划分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多异性。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关注的就是最后这一段，因为它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位置我们一直说，仓位不能太重。那么你可以留着底仓拿着没有问题，然后再用它的小周期做短差的操作。那么它今天这个低开刚好还构成了1小时的潜在的3买，因为昨天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说它这个回落当时不够比，对吧？然后它慢慢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你如果说不能够盘后交易，或者说没有在昨天出的话，你是很难出得来的。但是它的这个爬的这个坡啊，明显是非常慢的。你看它这里有2堆 K 线，说明它的小周期上已经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动能非常的弱，爬升的动能非常弱。所以说你有经验的话，那么在收盘之前，即使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下跌信号，你也应该减一减。如果说你昨天是尝试过在这个位置捞它，对吧？这个日内交易是可以出得来的。但如果说没出来的话，那基本上就被套在里面。今天是一个低开，那么低开之后，跟下面这个中枢还构成了一个3买，就是潜在的3买。为什么说潜在3买呢？因为这个出现底分型以后，它只要这个新的一笔没有生成，它还可以继续往下走，就把这个底分型再次打掉，变成一个中继的底分型，它可以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对吧？就是现在只能说是潜在的。那么它也是可以这样慢慢生长出来一笔了，新的一笔也生长出来了，那么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新的2卖。那么前面这里其实也是次级别的一小2卖。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真正生长出了一笔之后，也是一个新的1小时的一个2卖，你还要对应它去操作去减仓，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它下一笔是不是这样的下跌，还是这样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个位置就会出现盘整背驰，我们昨天已经讲了那种几种方式，对吧？是3还是5，还是盘整，还是趋势，对吧？我们都说了，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它的，你只能在这个位置先应，出现2卖的时候先应它，然后回来背驰了我再买回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节奏，对吧？你没有办法预测它怎么走，你只能是在当下出现了信号的时候去做应对。那么就看它是怎么选，所以就看它这一笔能不能够按照这个爬出来一笔之后，看它具体怎么选。那最好的当然是直接就再次打掉6059也可以。那如果说打掉6059的话，那就是变成了从5767，它的结构就是一个带中枢，然后带一个3买，然后再打一个高点。那就看这个走这个小 B 段，看看力度是不是够强，对吧？因为它也是3段，也是一个1、2、3段，那就跟刚才那个日线它这个结构又这个同构了，成了一个同构性。好的，那么的话，具体怎么演变的话，只有去跟踪了。我们这里只能是利用完全分类、不测而测的方法，分析一下它的这个之后的这个几种方式。因为缠论说了，股票之所以能够用完全分类这个方法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变化只有3种，要么涨，要么盘，要么跌，只有3种情况。它不像是真正的这个打仗的时候，伊朗跟那个以色列打仗，它好多变数。好多情报你是只能靠猜，或者说只能靠一些这个统计方面的来做这个预判。那么这个东西可能更难，它的变化更多。但是在股票里面就3种情况，要么涨，要么盘，要么跌。你在这个位置进场了，它上涨你是赚钱的，它在这里盘整你是不亏钱的。那么你唯一要应对的就是下跌，你唯一要做好计划的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进了，它没有按照你的预期往上涨，它往下走暴跌了，你怎么去应对它？其实唯一要做的就是这个预案，其他都不用管，因为其他你都不亏钱呢。你只要不亏钱，那你可能持有的这个心态，或者说这个拿起来拿得住，
只要你不亏钱。很多人就是一旦出现亏损的时候，可能就拿不住，哎，有点这个担惊受怕的。所以说，你只要能够把亏钱的这种模式想好了，你怎么应对它，我能不能够承受它，还是说你把是分批进还是做止损，根据自己的情况都做好了想法了，都做好了这个应对方式了，那你就不用有什么害怕的，对不对？然后再想好周期，是做1小时周期的，还是做5分钟、15分钟更小周期的，那就看你个人的一个交易周期、交易时间，对吧？所以这都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你想要一个公式给到所有人都能用，那太难了。你必须要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你的这套交易系统，一定是你自己给自己打造，没有人能够给别人打造他的交易系统，因为他不知道别人的这个交易心理、承受能力、资金状况，对吧？这所有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给别人打造呢？所以只能你自己给自己打造。好的，那么就是这个针对标普指数，我们简单说一说，然后看一下大家提问。那么现在只有秦朋友在这里，你好，你好，感谢，每次都非常的这个准时来参加。昨天应该不是你，因为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朋友在频道里面留言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之前只有$5000的这个入市，说是有$5000入市，然后赚到2万多，非常好。就是说能够通过学一些这个技术分析，然后拿点小钱出来，这个练一练手，对吧？先不说他这个赚多赚少，但是能够利用这个学会缠论，自己去，起码多一点零花钱也是不错的嘛，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也是为什么我做这个频道的原因，就是除了对我自己有好处，毕竟我跟大家讲过多次，这个如果说单单是对别人好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坚持那么长时间的。毕竟我这个频道也做了2年多了，如果说只是为了那点点击量，为了那点广告的话，你是不可能坚持得下来的，对吧？毕竟我是利用这个油管这个频道，我要梳理。因为毕竟也交易10多年，学了缠论也这么长时间，你要梳理你这个很多知识上的盲点，很多如果说不能够给别人讲明白，或者说不能够通过方式梳理的话，很多东西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其实是不够通透的。那么这个在资金量小的时候还不是什么大问题，一旦你这个仓位资金量一旦大起来的时候，如果说你还不能够把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解决的话，那其实是一个隐患。所以说我通过做油管频道给大家讲，给大家分析，也能更好的帮我自己来梳理我的思路。这是为什么我能够坚持做2年多还坚持做下去的原因，就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毕竟学了缠论这么长时间，然后也得到过很多其他人的帮助，对吧？所以我也愿意把这个缠论再传播出去，让其他更多的人受益于这个缠论这套理论。所以说能够有朋友通过学它，然后让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又能够赚一点钱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事了。那么秦朋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标的股票可以问一下。你没有问的话，我就简单的挑几个现在动能比较强的，简单说一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昨天说的这个稳定币的这个发行商 Circle Internet Group。我们说了，他昨天就在这个30分钟有这么一个箱体，有这么一个中枢，对吧？我们昨天分析过它，我们当时分析之后好像在这里，或者说在箱体的这个或者说中枢的下面这个位置。那么今天或者说昨天收盘之前刚好出了一个点分型，然后又是在这个中枢下，在这个30分钟的中枢下出了这么一个底分型，然后你要去观察它的内部，这已经有2堆那个 K 线了，说明次级别或次级别已经有中枢了，对吧？不知道有没有去参与这个CRCL。但是呢，现在今天这个涨幅，它是可能是也有什么其他的消息刺激吧？我看好像是有很多公司啊，比如很多大公司，也要想出这个稳定币。
像什么亚马逊了、沃尔玛了，他们也考虑要发币。但是他们发币的话，不知道是不是通过这些稳定币的币商，因为稳定币主要就有两个，一个是这个 Circle， 一个是 Tether， 主要是他们俩发行。所以说，如果说其他的大公司像亚马逊、沃尔玛，如果说也想发的话，是不是也要通过他们来发？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真正通过他们的话，那这个业务就利润就非常丰厚了。所以说，为什么说？但现在好像稳定币那个 Tether 它是没有上市呢，那你是没有办法交易它。那只有这个现在是，而且它的是发行量第2大的。所以说我昨天为什么单独提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真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战略层面的，还是说，因为我看香港那边现在有好多新闻出来，说香港也准备搞这个稳定币，然后什么京东也想自己搞自己个稳定币，因为稳定币这个东西啊，尤其对这种跨国公司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钱转来转去，会受到这个汇率的这个影响。如果说有这个稳定币的话，它就可以避开这个汇率上的一个波动，对吧？比如像沃尔玛这种，他们有大量的这个外汇交易，或者说这个各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公司，像这种全球性的公司，他们是愿意用同一种币种来避开这个外汇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国家战略层次，然后那个美国的这个财长 Bennett 也在几次采访中也多次提及了这个稳定币这个事儿。所以说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国家就是中美现在都开始布局这玩意儿，对吧？不知道这个现在很多消息出来，那么说明现在市场关注它。那么既然这个 CRCL Circle Internet Group 已经上市了，那我们就要从它还没有大起来的时候，就要去跟踪它，利用这些小周期做一做短差，把成本降一降。这样的话，等它起来之后，飞起来之后，你就可以不管它了，对吧？只要你的成本够低，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拿得久、拿得住。这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短差操作、降低成本的原因，不是为了单单的是赚那些差价。而是为了，其实还是为了长期持有。你像这个比特币这种，如果说你在很小的时候几块钱，不之前他们比特币每年有一个庆祝嘛，就是当时有一个买比特币的人，拿了好像是20个比特币去买了一个披萨，当时好像一个比特币就1美元，不是每年都有这个披萨节嘛，对吧？就是庆祝这个事儿。所以说，如果说你能够在当时1美元一个比特币的时候买了，你拿到现在，对吧？因为你的进入价格，你的持有成本低，你才能拿得住啊。虽然说它的这个震荡也很多，但是主要还是一个持仓成本的问题。所谓市场的风险，我也是多次说，这也禅师在他的文章里说，市场是一个风险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避开风险的。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伊朗昨天要这个跟以色列要打伊朗的核设施呢？你不可能知道，你只能是有这个捕风捉影的这些消息出来，但是确切的时间点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说这种风险你是没有办法避得开的，你所能避得开的就是你的持有成本、你的仓位。那么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价格波动的风险。所谓价格波动的风险，就是在你该卖的位置没卖，然后它下来了，这段的差价或这个区间就是你的风险。你在该卖的地方没卖，然后该买的地方没有机会买，这就是你的所谓的机会风险，对吧？所以说，什么是风险？就是价格波动造成的这个差异，这个就是你的风险。那么，现在在这个公司这个图形上，已经是在这个中枢上面了，对吧？但是我们说了，中枢的震荡操作不是说任意位置你都要去卖，然后任意位置都要去买。而是在它上涨过程中或者下跌过程中力度衰竭的时候去卖，或者说去买。那么怎么判断力度衰竭呢？对吧？一是要看本周期的，看一下它的这个 MACD 的，如果说要出现高点的话，要比较一下有没有背驰啊，对吧？还有没有顶分型啊，对吧？这是在本周期看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结合它的次级别，看它的小周期上。它的小周期里面内部是不是有这个中枢啊？你像它前面这段下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下跌这一段，看一下5分钟。这是我们刚才在
30分钟上看的那段。那么5分钟上这里明显的有中枢啊，这是第一个5分钟中枢。然后这里一个上，那这里的话就没有了，因为它这个直接一笔就干到这里，然后第二笔反弹是够的，但是它这个低点，我们看一下低点在哪里，有没有一个稍微低一点的价格，就是把这个低点打掉的话，就会出现第二个中枢 11.75 11.75，所以说它这个之后的这些 K 线都没有跌破11.7 111.7，意味着这个回落都不够笔，所以它这里只有一笔。那么针对这个的话，就是有一个中枢，然后这个带了一个三脉，然后直接一段就下来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高点是价格 113.15 113.12，那么这个三脉在这里直接一笔就干到这里，所以这个是上面这个5分钟的小三脉，然后一笔就到这里了，对吧？所以说这是在5分钟上。那么如果在当下的这个时候啊，你如果说只看这个5分钟的话，也是进不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5分钟这个第三段跟这个第一段比较的话是没有背驰的，你只有降低周期，它的小周期上已经好多小 K 小中枢了，也就是说1分钟上它的这个小三脉之后的这段下跌，它的内部是非常饱满的，已经有3、4个中枢了。所以说一旦出现，我之前讲过，我们要的是那种多空的强弱变化，对吧？你看它这里跌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反弹很弱，然后到这里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点纹形出现。那么一旦发现这个时候，你就立刻进来，基本上就很快就拉升上去了。然后到了这个200天和120均线，不是200天呢，200均和120均在5分钟上的这两个均线到了这个位置出现了受阻的话，你再卖掉，然后又给了你一个2买的位置，对吧？然后夸直接上去了，所以现在又是一个1、2、3段，也就是说在5分钟上它又是一个1、2、3段，然后3还不背驰，这就不用那个用工具比较了，肉眼我们也能看到，什么时候出现4个5之后再看这个5的这个力度，如果说力度不够强的话，看它是不是回来做中枢之后再上去，对吧？所以这就是一段段跟，然后2个周期结合起来看，30分钟结合5分钟，你这样的话就相对的够清楚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Circle Internet Group 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看一下秦朋友问的 OKLO。这个 OKLO 这个看这个图形的话，我们也是之前分析过，对吧？是不是这个忘了是上一次还是你问的还是谁问的？就是说他们是这种做核能技术的，因为现在啊，为什么现在这核能公司这个火起来的原因就是这些小型的核能公司因为这帮大科技公司微软啊 Meta 这些他们的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能源，因为它那些服务器啥的需要24小时开着，那么需要大量的能源。如果说你用清洁能源的话，那就太贵了成本。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他们找这帮核能公司，就是小型的核能公司，好像最开始是谷歌开始弄的，后来这些什么亚马逊啦、Meta 都开始找这些核能公司工作，那个合作。那么这个 OKLO 就是一个，它就是做核能技术的，但呢它是那种特别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和微型反应堆的技术比较好，这是这个它的一个特点。那么它的竞争对手有那个 SMR， 这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可能有3、4个，就是都是做这个小型核能的。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简单说一下它的基本面。那图形上的话，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周线上已经开始走离开了，这是开始走这个周线大中枢的离开段，对吧？张口张的也是非常强 ，MACD 张口张的非常大，所以这种动能就大周期很强的时候，你只能做一些小周期的一些擦轿操作，千万底仓要留着。如果说你看到比如说小周期的震荡把你给震出去了，你想再买回来的时候就难了，一定是长期看好的话，一定要有底仓。那么它完全是可以缓慢往上爬都不知道爬到多远，然后在上面再做一个中枢出来，这是大 B， 下面这是大 A， 然后才有可能结束
从这个5.05的这波上涨，对吧？那可能这个时间周期就大了去了，可能要按年来计算了。所以说，针对这种基本面没有问题的，又有这个很多大科技公司合作的这种，那你肯定是要长期跟踪它，长期的这个长期跟的，然后可以去利用这个不同的区间、不同的周期做一下短差操作，让成本降下来。这样的话你才能拿得住嘛，对吧？那么现在周线上是一上涨一笔，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日线上从这个 17.42 这个起涨点，它现在在日线上这里是有过一次回落，但是有一根 K 线也是破坏了这个结构，是6月3号这根 K 线。但是其实问题不大，你就可以用这个 57.57 这一天，也就是5月28号这一天当成这个高点，这样的话就有3段。日线上现在是有3段，然后这个虽然说目测看这个第3段现在短，对吧？跟这个第一段比较，但是这个3要结束，3要结束你才能够具体比较是不是要背驰了。但是现在是有这么个迹象，面积也是有一点小，但是呢，快慢线的高度并没有很弱，所以说并不是非常饱满，就是背驰的并不明显，它可以继续往上爬一爬。那么你现在关注的就是这个第3段。第3段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它的这个，这里有3根 K 线、3根 K 线、3根 K 线，对吧？那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也就是1小时上，1小时上一个1、2、3都没出来，看30分钟上，30分钟上应该有浪形了。1、2、3、4、5，哎，30分钟上是一个5浪，1浪、2浪、3浪、4浪，然后这里是有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话，直接到这里。所以说30分钟上它的结构已经很清晰了。30分钟1、2、3、4、5、6开始走第7浪，但是这个第7浪目前这个力度稍微偏弱一点，对吧？如果说你有的话，你也可以从这个高点这里先测一下，看它能不能够到这些比如说到65.8、66吧。如果说这个力度上不去的话，那你就赶紧先减一减，因为在30分钟上的话，它完全可以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再上，或者说比较差的就是来一个1、2、3段。那这个1、2、3段，你可以用那个等比例的工具去测一下它潜在的，比如说到哪个位置出现等比例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测一下。比如说它到66这个位置，如果说下跌的话，等比例在55.38，那这样的话就是3段等比例，它这样也可以的，对吧？那么就成了，这是日线上的一笔，然后这是日线上的一笔回落，所以说就这个反弹到这些位置之后，66或者说67上不去的时候，你这个要卖掉，因为是30分钟上的2卖。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OKLO， 但是呢，这个30分钟的这种短差操作一定把底仓留好了，因为你不要因为这个短周期的一个震荡，让手里的仓位。其实很多时候啊，像这种大周期比较好的，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做短差操作的话，是宁可不做，宁可不做交易，也要把仓位拿得住。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想做短差操作，想做波段交做。做来做去，发现这个手里的持仓给做没了，这就是很大一个问题。然后你再回头一看，涨得老高了，手里没有东西了，涨得越高都没有跟你没关系。这是其实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股票的上涨，并没有给你带来应有的收益，因为你这个手里的仓位没了。那再涨，你手里没仓位跟你没关系啊，对吧？所以说很多时候像股票比较好的时候，尤其这种单边。像这种单边段的时候，我宁可不做差价，我也要拿得住。那么，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它能涨多高的，还有就是你不能够预测它的这个时间周期。那么碰到这种，可能宁可不做，可能都是最好的一个操作。有的时候，有能力你才去做一下这种短差操作，拿点小仓位，在这个小周期里面，比如说30分钟、60分钟做一做，这样的话让成本降一降。但如果说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就宁可不做。所以说这是一个忠告吧。然后再看一下他们的这个 Robinhood
Robinhoo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尤其在散户，可能很多都有他们家这个账户来炒股，因为他们家手续费低呀，可能是股票是没有手续费的，然后可能期权的那些可能也比较低。看一下它的结构，现在是季线、月线上也是一个，现在还是一段，然后周线上是带周期、带这个结构的，从这个6.81下面做了一个大中枢，然后一个3买，就是周线上给你一个3买上去了，然后从这个起涨点，也就是7.9这里，7.9这里的话，它走了一个5浪，1、2、3、4、5，走了一个5浪，对吧？那么你现在就关注的就是第5浪结没结束，或者说能不能够延伸。如果说第5浪结束了，那就可以再回来，在这里做第2个大中枢，下面是一个大 A， 在周线上做一个大 B， 做完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够继续上。这是那个回来之后继续上涨。那么也可以是走反向，因为它这里可以直接从这里断开的话，就是下面一个大 A 中枢，然后带一个5浪的一个浪形，然后这里走反向也可以的，对吧？所以说就是先回来之后，回来一笔之后的反弹非常关键。如果说这个反弹非常弱的话，就会在周线上形成一个2卖，然后直接这个不背驰的往下走。那这个位置就是你要大量减仓的位置，因为它是2种分析的，可以是这里有中枢，也可以是到了这个位置，因为也是中枢上沿了嘛，对吧？你要防止它出现这个大幅下杀不背驰的这种情况，那这个位置你一定要多应，因为它是一个周线的大周期的。它最差的就是回到这里嘛，回到这个中枢下沿这个位置，你再买回来嘛，对吧？所以说为了防止它出现这种，那这个位置你要多减，毕竟它是一个周线的一个大中枢震荡。但是那是后话了，现在它这段还没完事呢。但是呢，方法是一致的。看一下从29.66上涨的这段的内部，这里之前好像有一个朋友，我忘了叫什么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天天来问我，那时候好像开直播的时候，5月初的时候，他天天来问，基本上每次都要问一次这个 Robinhood， 然后呢，不知道后面拿没拿得住，所以说这玩意儿挺有意思，你天天紧张它的时候，天天想操作，哎，人家就给你一直在那磨，等你不问了不看了，人就涨上去了。希望那位朋友在这个位置一直问的那位朋友能拿得住，后面都吃到了这段。那么现在日线上把这个29.66把它断开，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些就是周线上那第5笔，1、2、3、4、5，就周线上第5段。那么它在日线上现在还只是1笔呀，还是1笔。下面这里我们之前画过，这里有中枢，2个中枢，1小时上是有2个中枢，然后这里也有一堆 K 线，肯定是也有一个中枢。所以说，下面这2个中枢还是有接触的，升级的，那么就变成了一个 A 撇，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小 B 里面，那么这第一个中枢就是小 B 里面的大 A， 现在在这里做小 B 中的大 B， 这就是其实跟浪形有点类似，但是按照我们缠论的话，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就是它这小 B 段也快结束了，那你，它也可以再次打掉77.8，让这个小结构再饱满一点。对吧？那就是，比如说再次突破77.8，你就先减一减，看它能不能够给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回调。所谓大一点的回调，就是这个回调乘1笔。那么这样的话，从29.66上去之后，它这一笔回来还是2买，跟前面这个以29.66作为比较的话，还是2买。那么这个反弹这一笔就是变成了这个日线的2卖，看它这个3段之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在周线上说的半天那个回落。如果说这个回落直接完事儿也可以，但是呢，它也可以完全在这里再继续生长，然后快速下来也可以的，那就是之后的一个变化。那现在就是你在这个日线上结合1小时，看它是不是要突破77.8，突破的话也要卖，因为已经是2个了，然后下面有一个大的，就是这个小 B 段要完事儿了，等待它再次回落之后，它也可以不打掉77.8，直接跌破前面这个低点。跌破65.86，只要跌破65.86，就会日线上就回撤够一笔了。那就看它这个内部结构是不是饱满度比较高，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也可以，看看是能够到什么位置。
如果说真的调的深一点的话，可能就去60了，对吧？那就它如果说回落的时候，先不要往里急着买回来，一定要用双出发，先有底分型，然后再结合它这个回落这段的内部结构，是不是饱满度比较高，2个中枢的，然后你再开始往回买。这就是往上走是突破前面这个高点77.8，往回来的话，首先要跌破68.56之后再看，不是马上就往里冲进去。然后再看这个，有位丁朋友之前好像问过这个，这2个好像都问过 ，TOST 就是他问的这个 Toast， 之前我们是分析过他问的这个，然后这个是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公司，看一下它的大周期。然后你的问题是，适合建仓吗？你上次问的时候，不知道你问完之后有没有建仓啊？还是说就一直没建仓啊？因为这个 TOS 这公司是，餐饮行业的，它是专注于做餐饮行业的一站式的这个有这么一个一站式解决方案，它就是基于云端，提供基于云端的一体化的数字技术平台。它这个产品套件包括啥呢？销售点的这个 POS 机，支付处理、在线订单配送、员工管理、库存管理，这些它都一站式，对吧？都含有了。这帮餐馆如果说一旦用了他们家这个平台的话，就很难切换，它的那个粘度比较强，对吧？因为它所有的这个服务都给你包含在里面了，那你用起来如果用方便的话，可能会一直是续订它的东西，所以说它的粘性是比较大的，这是它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也说了，它这个竞争对手并不明显，它因为它的涉及的面也广，它也有什么支付处理啊，还有云啊，还有这那的。像它的支付的话，就跟我们之前说过一个，就是那个 Square， 应该在美国的朋友都比较熟悉，他们做支付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其他的也有，都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并不明显，所以这个公司还是有优势的。那么它在大周期上、月线上，它现在是一个，我们之前说过，要么是在做第5浪，要么就是第3浪没结束，对吧？这是我们上次分析已经说过了。所以你现在要看它是不是能够从28.28这里生长出来一笔来。你问的问题吧，其实没有办法回答的。你问那个适合建仓吗？这个是没有办法回答。为啥没有办法回答呢？因为你问的是什么周期，你没说呀。你问的是1分钟能不能够建仓，还是日线能不能够建仓，还是60分钟能不能建仓？你没有说，我怎么可能知道你的那个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对吧？有可能我这个操作的周期非常大，我可能都是1年才看一次。那你现在确实没有机会建仓。但是如果说你是1分钟的这个操作者，随时都可以建仓，随时有位置回来了，我就赶紧买上去了，然后我可能就卖了，然后这个位置我又建仓，对吧？你没说周期的话，这个问题，只有神仙能知道的具体答案。但是你既然没有说的很细的话，我只能很泛的讲。那么现在就是在月线上在走第5段。潜在的第5段，然后呢，它从这个13.77这个上涨的话，也是2个方向都要看，要么是这个13.77这个第3浪的就是月线上那个大3浪没结束，它可以继续往上爬，或者说是这个从28.4的这个第5浪开始，对吧？就看它怎么选。其实它现在并没有这个明显的这个要选择。那么在周线上，它也是有这个明显的最后一个中枢。所有的这个图形都是拿到图形之后，就看现在当下的价格跟离它最近的这个中枢的这个位置是在中枢上、中枢下还是中枢中。那这个不同的位置代表的意义不同啊。在中枢上方的话，只能有3买；在中枢下方的话，只能有3卖；在中枢中的话，那就只有中枢震荡，对吧？现在没有出现3买和3卖，那就在中枢内部，那只是在做中枢震荡。所以说你要做的就是在做周线的最后一个中枢的中枢震荡。那么现在就看28.12这个上档结没结束，它这个回落现在出了一个低点的话，现在这里是有5根 K 线，但是呢
其实当成一笔回落也可以。这里如果说当成一段回落的话，先把它当成一笔周线的回落也是可以的，就看它这个这笔回落的能不能够结束。这样的话，它能够快速拉上去，因为它是在这个周线中枢中轨的上方嘛，是偏强的，就是这个回落是弱的。那么这个是要买回落的，就是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日线上这段回落，应该刚好是3段，看是不是比前面的价格要低一点。这个最低点是41.12，这是没有出现低点的，没有出现低点的话，就先不把它画成这个周线的那一笔。但是呢，它这个回落是够一笔了，也就是说，日线上现在出了3段了，出了3段之后，看它能不能够再次上去。这个位置，怎么说呢？就看你的这个人的这个风险喜好了。其实这个位置是可以配一点的，因为它是完全可以是2次回落之后，然后快速往上走。说明什么呢？说明是这个28.12的这波要开始走离开了，因为它所有的这些回落都其实是2买，这些回落或者说叫什么呢？或者说叫结构性买点，构成中枢之后的这些回落我们管它都叫结构性买点。如果说在底下的话，就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都叫2买。但因为它下面是有一个类中枢的，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在这里，所以说如果在上面的话，我们就管这种回落的这个买点叫结构性买点。所以这里是有希望出现一个结构性买点的，但是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出现底分型，但如果说你对这个公司拿捏的比较准的话，其实可以先配一点，没有问题嘛，对吧？防止它快速往上拉，快速上去，在下面先配一点，毕竟它现在回落的意愿并不强，它回调的意愿并不强，它一直在这个周线大中枢的上面，在这里上方做中枢，你发现没有？所以这是偏强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配一点仓位在这里先。这是这个你问的 Toast， 然后再看一个 RKLB， 这也是你昨天 RKLB， 这是你之前问的一个不知道是对，做火箭那个，好像因为之前那个马斯克跟川普他们俩斗嘴的时候，然后 NASA 找了一些小公司，好像是防止这些比如说太单一的依赖于 SpaceX， 那么他们就找了这些公司，可能有问一下，或者说激励他们做出一些那个技术上的进步吧，还怎么着？反正造成了可能市场开始关注这些小公司。但是它图形上，我们看一下之前说的什么结构。在周线上是出现过一个非常牛的一波拉升的。我们之前讲过它的结构，这个结构非常的经典，就是从这波下来的时候，就这段的结构非常经典。这是一个浪形下来之后，也是小周期里面是有浪形的，然后在下面盘出来很长时间，盘了一个大中枢，盘了一个箱体或盘了一个底，这盘了好长时间。从这个是22年的7月份，22年的7月份盘到了就是24年的4月份，对吧？盘了1年多的这个一个大底呀，这个底的是非常夯实。那么而且非常技术的是什么呢？还跌破了前面这个中枢的低点，出现了一个破底翻的状态。那么你如果说一直跟踪这个公司，盯着它的话，你是很容易发现它出现了，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箱体的位置，对吧？那么它开始跌破这个低点之后，它开始慢慢往上爬的时候，那你就开始往里进了，因为它是明显是这是一个带中枢，然后离开，然后有离开段，有进入段，带中枢，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呀。尤其是在这个周期是比较大的，你不能期望着每一个周线周期都给你来2中枢吧，对吧？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这种开始出现多空转换的时候，你要在第一时间发现它。那么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够进得去，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说一旦这个底部能够进得去的话，有仓位的话，它后面快速拉升的时候，你的心理上是非常有优势的，那你就才有可能拿得住。所以说，在低位的时候，如果说能够发现它进得去，才有可能持有的时间够长。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利用技术分析发现这些刚刚起来。但是这个公司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行业，
不了解这个企业的话，是很难发现它的时候。你发现它的时候，可能已经在这个大涨的时候，你可能只能做一个非常短的短线，你是很难拿得住的。那么从它起来之后的话，它这个里是有过一次回落，这次回落我们也比较过，好，然后还是一个0.618的位置，对吧？刚好是踩到了0.618上，非常的技术。那么这段回落还构成了下面这个2、3买重合的买点。2买是针对前面这个 3.47 是2买，3买的话是借用前面这个中枢，是周线上的大3买。所以说这出现了一个非常牛的2、3买重合，这种2、3买重合的买点，您和买错了，你也要进仓位试它，因为它一旦对了的话，它大部分是会再打一个高点的，因为是2、3买重合嘛。但因为它这个周期是比较大的，现在还没有结束，它可以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出现一个盘整背驰。看它出现盘整背驰之后，是不是要再回来，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再往上上，这是一种情况。这是打破前面的这个历史高点，它也可以不打破它，然后在这里直接回来，也是就看它，其实就看它做中枢的位置。整体来讲，那么现在这个本周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顶分型的话也没有，前面是出现过一次，但是本周又突破了这个前面顶分型的这个高点。然后这是周线上那段，我们再看它从14.7上涨的日线上，这里是有过一次五浪，或者说是三浪，这里因为它有3根 K 线这么一个结构，但是你用浪形画成5浪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从32.7走反向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画开它，这样的话左侧就是一个5浪结构。右侧这里是现在是做进入段，它可以在这里再生长中枢来往下砸，以这种方式来构成周线上那一段回落，对吧？就是说现在这个走反向的中枢刚开始构造中，这是它可能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说你这样分析的话，把这个最高点当成一个毛刺儿不管它，那么现在它只是一个4浪回撤，从这个14.7，对吧？它只是一个1、2、3、4的回撤，然后看它这个5是要再次打高点，还是说不能够打高点。这样的话，就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做完中枢再上。之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析，就是画的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这个结构没有完成，它这个结构现在还在生长过程中，它有多种变化，这就是多异性缠论的多异性。那么它可以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继续往上生长往上涨，它也是可以走反向，这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还没有固定下来，所以说会造成这种分析的时候出现这种你如果说不太熟悉的话，你会拿不准到底怎么走。其实拿不准其实就是它是中阴段，就是缠论禅师讲的中阴段。所谓中阴段就是它这个形态没有固定的，可以变化比较多。所以说你是2个方向都可以，所以你一定是2个方向都要想好了，是往上走，它是有这种可能的，也可以直接走反向也可以。那么就是这个高低点就是比较关键了，能够再次突破这个高低点，就是取决于它是往上走还是往下来。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RKLB。那么还有5、6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在等待你们提问的时候，我可以简单看一下，比如说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帕兰贴。帕兰贴的话，昨天忘了是秦朋友是问的还是谁问的，就是说问这个位置能不能追，还是说怎么着？我们当时说了，这个日线上它看一下它的周线，它周线上也是一个5浪。它这个结构也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在这里有中枢，然后一个3买，它这个3买非常牛，它这个3买的回落点是20.33，刚好没有回到这个中枢上沿20.24，所以说这是一个周线的一个大3买，跟刚才那个 RKLB 很像，对吧？回落之后没回来。那么这是一个1、2、3、4、5，也是一个5浪，跟那个 RKLB 也是 ，RKLB 是要不就是 OKLO 那个是，好像是一个5浪，周线上一个5浪。那么我们把这个周期给它切到日线上，其他的周期这是。那么这是在周线上的第5浪，
66.12上来的到1140，所以也是看它结没结束，对吧？它这个5完全是可以继续慢慢的往上爬呀。所以说我们不去预测它到哪儿，就是跟踪它就好了。那就看一下这个第5浪的内部。周线第5浪日线上是什么一个状态？是3浪，1、2、3。那这个3现在，因为它这个第1浪或第1笔的力度比较强，它后面如果说不能够很强度的往上拉的话，那就容易背驰，对吧？这就是一般3段的时候，你就注意它是不是出现背驰。如果说能够快速往上升的话，那就用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它到186才不背驰，186.3才不背驰，就是这个上涨高度跟前面这个1笔的高度是一样的，对吧？那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是刚刚往上走，所以这就是说，如果说是1、2、3段的时候，看它小心它出现背驰。那么现在就看一下第3段，看一下第3段内部。然后今天这个回落，因为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干仗这个事儿，也造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说呀，买点总在下跌过程中，而不是在你追涨过程中。今天这个回落低开刚好是构成了这个2买。针对前面这个118.94的话，你如果说你在等这个的话，或者说你在盯盘的话，发现了这个，你这个肯定要尝试了呀，因为它低开之后快速往回拉，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破底翻的一个状态。这个一般跳空高开或跳空低开容易出现这种破底翻或破顶翻，这是比较机构惯用的这么一个伎俩，他们愿意用这种方式，对吧？因为一个低开很容易别人可能一害怕或者怎样会杀跌，他就会去割肉。你一割肉，这个机构就赶紧买回来，就拉回来，然后散户一看，拉回来了，赶紧追吧，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散户喜欢追涨杀跌的由来。那么这是这个走第3段，就是1小时上再走一个1、2、3，日线上也是再走一个1、2、3。日线上是哪个1、2、3呢？就是这个1、2、3，这是日线上的那个1、2、3。然后1小时上也是一个1、2、3段，对吧？结构又同构了。那同构性在缠论，在这个股票图形里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你就会发现它各种不同的周期、不同的段里面，它用的方法是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操作或者说参与 Palantir 的这帮机构，他们的这个交易员的一种行为方式。对吧？他们在大周期上也是这种交易方式，然后到了小周期上还是同样的方式，只不过就是仓位大小不一样而已，就造成了这个不同的周期你会发现出现了同构，这就是同一波人在玩一个票，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针对这个Palantir。那么还有2分钟、3分钟时间，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比特币吧。比特币的话也是出现一点点新的情况，这个是从这个起涨点这里的话，也是一个5浪，日线上1、2、3、4、5，对吧？那么在昨天或者说之前我们分析的时候，它在1小时上，我当时还特意强调了它这个当时不背驰啊，就当时这段下跌的时候，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这段不背驰，我们复盘一下看一下，为什么说当时说它不背驰，对吧？它当时跌到了，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它在这儿呢。正好到了 1.618 了，我当时就是说，它这个位置可以是给你一个弱反，如果说碰不到前面那个低点的话，还是一个1、2、3、4、5，可以登5，或者说是上去之后做一个中枢，然后我当时还画了一个趋势线，但是它并没有走得很强，但是这个反弹非常的弱，就碰到了前面的低点，然后形成了一个小中枢之后，然后因为这个伊朗跟以色列这个事儿，然后快速下跌，对吧？所以说啊，你在做好了完全分类之后，你是不会出现任何意外的，任何的情况都已经在你的这个不测而测里面已经分析好了。那么这种分析它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弱。如果说你是做这种合约交易，你是能够做盘后交易，或者因为比特币是24小时都能交易，周末都能交易，对吧？你会上去之后，它只是碰到这里，然后它的小周期上可能是有5分钟账、15分钟账，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段。在小周期上能不能够出得来？就这段，即使你不知道
你后知后觉也好，或者不知道这个以色列要跟伊朗干仗这个事儿，能不能够在当下这个位置减仓出得来？15分钟上就是这段，15分钟上是，这个回落现在不够比，那5分钟上就更很清晰了，就看这小段在当下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出得来。如果说你去尝试做1小时让那个4浪反弹的话，对吧？这就是能不能够出在这个价格附近。我们看一下，在5分钟上刚好3段，刚好3段。那么比较一下先，简单，只要出现3段就可以比较。它当时在这个位置是突破了等比例的位置，它是一个三根 K 线，就是3段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你会发现你可能卖不出来。但是呢，因为在缠论里面，一个位置或者一个价格是否能够站上它，传统理论就是3次。如果说在5分钟图形上的话，就是3根5分钟的 K 线在这个上面，我就说它有效站上了这个价格。但缠论不是这样，缠论是从下面这里涨到这里，这不是一个价格吗？是突破它的话，就是说有效站上。但是缠论里面是突破上之后要看它的回落，这个回落如果说能够就是次级别上升，突破某一个价格，次级别再一次回落，不跌破这个价格，我才叫有效站上这个价格。但是它并没有啊。它的次级别一个上升上去了，但是回落又跌破了这个价格，相当于没涨上。所以说你会发现它这段等比例的价格你可能卖不了，但是你会发现它回落的时候没有减速，那你肯定要出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刚刚背驰的时候，不是刚刚那个突破所谓的5分钟等比例的时候，你是出不来的。可能开始慢慢回来的时候，你在这个位置要走了，因为你做的就是一个1小时的一个4浪反弹，这3根你就达到你的目的了，对吧？你看它如果说看一下它的空间，如果说你买的这个2买的话，1.4%，因为合约它是有杠杆的呀，在短期5分钟上给你一个1.4%加上杠杆的话，已经很美了呀，对不对？所以说一旦出现这种顶分型，可能很多都不需要它快速下杀，出现顶分型，一旦等比例的一个附近的话，我就要走了。不会出现一个快速都到这儿了，还走什么呀？它给你再反一次，它可以走反向中枢了。所以说，任何的操作的时候，它都是有让你进出的这个信号的，不是盲目的这个进，然后进完就不管了。那而且还要明确，你要明确的知道你做的什么周期的，你做的小周期的，你做的就是1小时让的这4浪反弹，1、2、3、4，对吧？你就要知道，因为它3是没有背驰的，你做的就是一个刀口舔血的，就是一个小周期的一个短反，那就一定要盯好了。好了，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我们就说到这里，因为时间也到了，没有办法深入下去了。就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